担心债务危机，美国可能在6月底用光钱。眼下全球都在关注着美国债务上限的危机，因为这可能影响到美国公债和社会福利金的支付。如果不提高债务上限，美国最快在6月1日就会没钱可用，这将带来债务违约的风险。事实上，美国早在今年1月就已经达到了举债上限，现在只能依靠财政部提出的临时措施来应对。目前，美国的举债上限是31.4兆美元。根据财政部的估计，最早在6月1日，美国就可能用光现金，届时就会面临债务违约的问题。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最近对媒体表示，如果国会不提高举债上限，这真的会伤害美国的信用评级，届时美国可能无法履行一些义务，例如支付公债和社会福利金等。耶伦警告说，美国的债务违约可能导致经济和金融灾难。尽管面临这种危机，美国总统拜登仍然满怀信心。他计划按原计划前往日本参加7大工业国家集团 G7 峰会。拜登对媒体表示，我仍然相信我们可以避免债务违约，我们可以做好这件事。目前，民主党和共和党正在就提高债务上限进行谈判。为何谈判僵持不下？危急时刻中的关键问题。目前，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正在讨论是否提高债务上限，但是白宫和共和党之间的谈判陷入了僵局。控制众议院的共和党要求大规模削减预算，才会同意提高债务上限，而白宫则指责共和党的要求过于极端，认为共和党将举债上限视为政治工具。共和党要求白宫承诺削减支出，才会同意提高举债上限，但双方尚未达成共识。上周五的协商甚至暂停，使得美国股市陷入震荡。众议院议长麦卡扬表示，我们确实暂停谈判，因为白宫不承认支出过多。白宫发言人尚皮耶则发表声明指出，共和党的提议是一大退步，其中包含一系列极端党派要求，这些要求在国会两院永远无法获得通过。不过，目前双方已经重新展开谈判，但什么时候能够取得结果仍然未知。债务违约将带来怎样的后果？降频连锁反应可能引发风暴。外媒分析指出，美国政府主要依赖24兆美元的美债市场来进行融资，这也是全球最大的债务市场，是全球金融体系的重要支柱。由于美债得到美国政府的保证，一直以来被全球机构和投资者视为重要的避险工具。根据彭博资讯对金融专业人士的调查，如果美债违约，投资者几乎无处可逃，只剩下黄金等少数金融工具作为首选，因为其次选择依然是美国公债。讽刺的是，即使美债违约可能引发一系列金融风暴，但可供替代的商品种类非常有限。分析师向外媒表示，美债持有人最终仍然会收回资金，只是时间问题。他们分析说，几年前的债务危机中，即使标普将美国主权债信等级下调，美债仍然上涨。白宫预测，美债短暂违约可能导致50万人失业，并引发轻微的经济衰退。如果时间拉长，则可能出现800万人失业和严重的经济衰退。预估经济将衰退6%，股市更有可能暴跌超过45%。此外，利率上升、美元贬值以及一系列政治效应也可能带来难以预测的后果。对于这样的结果，财政部长耶伦都不敢想象。他表示，我们没有理由去制造我们自己造成的危机。自1960年以来，美国国会已经近80次提高或暂停债务上限。他敦促国会这次再次行动起来。耶伦警告说，债务违约的概念将严重破坏美国和全球经济。他认为每个人都应该视之为不可想象的事情。美国绝不能违约。目前，全球投资者都在密切关注美国债务上限危机的发展。美国最早在今年1月就触及举债上限，现在依赖财政部提出的非常措施维持运作。根据估计，美国联邦政府最快将在6月1日用罄现金，届时将面临债务违约问题。总统拜登表示，他相信能够避免违约，并将继续参加7大工业国家集团 G7 峰会。民主党与共和党正在进行有关债务违约的谈判，讨论是否提高举债上限。尽管如此，协商僵局仍然存在。共和党将举债上限视为政治工具，
要求白宫承诺削减支出。白宫则指责共和党的要求过于极端，并认为举债上限已被当作政治筹码使用。债务违约的结果不仅将对美国产生重大影响，还可能引发降频连锁反应，对全球金融体系造成风暴。谢谢您的支持，请点赞、订阅和分享，让更多人听到我们的讯息。也欢迎打开欢乐铃，随时关注我们。